你们有没有发现，物理学已经在原地踏步很久了？当今的物理学家们太过执迷于大一统理论，以为只要找到一个能描述整个大象的理论，你们人类就能揭开你们宇宙的秘密。但真的会如想象中那般美好的意愿吗？真的就不是人类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吗？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敏感，老规矩，点个赞，点个订阅，支持一下。随便翻翻书架上那些物理学的科普读物，你往往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无论是隐藏的现实、深藏之物，还是阐释我们的数学宇宙，这些书似乎都在暗示存在一个潜在的隐秘的世界，等待着物理学家去揭开面纱。那是一个超越你们人类感官认知的领域，是他们专属的探索范围。纵观其发展历程，物理学确实成为你们人类描绘出了一幅幅优雅且精确的物理宇宙图景。然而时至今日，物理学家们努力想要揭示的那个现实，似乎与他们自身所栖居的现实世界已经渐行渐远。尽管在实验上屡获成功，物理学却一再辜负人们的期望，迟迟未能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终极的理论，一个足以统一所有其他物理现象的实在。如此一来，物理学家们似乎被迫去涉足那些日益天马行空的理论构想。然而由于缺乏明确途径来验证这些理论构想，物理学家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地重复着相似的研究路径和实验，只是规模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而已。同时寄望于，或者说是祈祷着，能侥幸发现些新东西。基础物理学领域似乎被一种焦虑感所笼罩，既担心未来一无所获，又害怕新的实验只会暴露人类更多的无知。就像在说我自己一样，既担心视频的流量，又害怕如果火了该怎么办。当然，本频道的流量一直都非常稳定的低，我确实是多虑了。这种焦虑感反过来又激励，甚至可以说是迫使着该领域去追逐那些日益异想天开的理论。我认为这种对于统一性以及某个更深层实在的主导地位的追求，与其说是物理学家们独享的特权，不如说是现代社会强加在他们肩上的一个不可能承受之重。我建议你们人类应该拥抱一种更多元、更细致入微的视角来看待宇宙的构成。这种视角不仅能接纳，甚至主动欢迎来自其他实验领域、学科知识、来自不同层面现实的批评。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关于统一性和终极理论的宏大叙事，对于不断宣扬他们的物理学共同体而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有裨益？更进一步说，想要更忠实地理解存在的构成、现实的本质以及宇宙的组成部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物理学就必须放弃那件披在自己身上的现实主要阐释者的华丽外衣呢？在伦敦市中心，一位天体粒子物理学教授带领着小组参与了一项大型合作，致力于建造一个用于探测暗物质的大型实验装置。可一种焦虑，一种不仅限于这个研究小组，而是弥漫在更广泛的粒子暗物质研究圈，来自整个基础物理学界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他们意识到自己投身其中已久，却开始不禁扪心自问，这么长时间了，到底拿出了什么成果呢？正如那位教授说的，我们的实验装置规模不断扩大，性能也越来越好，但也许方向根本就不对。在访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如果现在才刚入行，他会选择怎样不同的道路。谈起这些实验所耗费的巨额资金，还谈到他对那些被自己招募来执行这项任务的出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所感到的责任。很显然，这既是关乎职业前途的忧虑，也深深触及他个人的情感与良知。我们可以极其精确地绘制出暗物质的空间分布图，能告诉你它在哪里，起什么作用，但我们就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这就好比我们对沙丘了如指掌，知道它们如何形成，如何变迁，却偏偏不知道构成它的那一粒粒沙子究竟是什么物质。正因如此，在过去的40多年里，粒子物理学家们建造了一批又一批的探测器，就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些构成暗物质的沙粒。而且还有更多的探测器正在规划之中，每一代都追求比上一代规模更大、灵敏度更高。然而近来一种不安的情绪开始悄然滋生，
尽管投入了海量的时间和资金，那些曾被寄予厚望、最被看好的暗物质候选粒子，在经历了各自的决定性时刻检验后，结果都令人大失所望。一些物理学家甚至开始质疑，他们究竟能否找到这种理论中的粒子。事实上，一位将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这项搜索工作的科学家，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他认为暗物质根本就不存在，至少不是以他们，就说这些物理学家们此前所理解的这种方式存在。尽管这些质疑似乎并未立即让暗物质研究领域的其他一些人，比如那些能够精确绘制暗物质空间分布图并告诉我们它起什么作用的宇宙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们感到困扰，但其实本身已足以拉响警报了。正如一位宇宙学教授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目前的认知都还是试探性的。如果你连那种粒子是否存在都没有把握，那么整个就是暗物质探测事业的头顶上就始终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意识到，如同暗物质的困境一般，基础物理学当前的萎靡不振，其根源不仅在于从业者未能发现更深层次的实在，更在于那种认为他们理应如此的沉重期望所带来的负担。物理学看似掌握着通往最深实在的钥匙，但这种所有权的合理性，与其说是建立在当下的实证成果上，不如说是依赖于那些支撑其地位的神话与宏大叙事。事实真相是，以其自身的高标准来衡量，基础物理学研究已经步入了一个停滞期。少数能够从其研究实践的严苛要求中暂时抽身进行反思的物理学家，会坦然物理学正处在十字路口，已被引入歧途，甚至陷入了危机。正如开篇提到的，那些作者所言，基础物理学家们似乎日益显得创意枯竭，而最新的实验结果充其量也仅仅是在验证那些早已存在的旧理论，宇宙学领域便是其中一例。如果单从科普宣传来看，宇宙大爆炸这个故事似乎早已尘埃落定，既成定局。例如，许多宇宙学家会宣称，你们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精确宇宙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剩下的任务似乎只是为了那个大体已被破解的宇宙模型补充细节而已。尽管如此，标准宇宙学模型的很大部分其实仍停留在理论推测的层面，问题还不止暗物质一个。就拿暗能量来说吧，当初正是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精确宇宙学的口号。然而时至今日，他除了扮演一个为了让物理学家们的方程能与观测数据吻合而硬塞进去的数学项之外，尚未被证实具有任何更深层的物理意义。至于宇宙爆炸理论，该理论假定在宇宙诞生之初存在一个急速膨胀的阶段，也因其太过方便审视的特性，一直顽固地处在争议的漩涡之中。实际上，只要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宇宙学的众多论断，就会发现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已被破解的宇宙，不如说是一个由各种猜测勉强拼凑起来的脆弱体系。它更像是一堆概念的集合，这些概念就比如暗物质，看似自圆其说，却又顽固地停留在未知状态。正如宇宙学家费雷拉所言，确实存在一种真正的风险，那就是未来的试验也许仅仅能揭示对于我们自身无知程度的一种更为精确的表述，除此之外别无他物。类似的情况在基础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也屡见不鲜。在高能物理学领域，2012年的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无疑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研究项目所取得的巅峰成就。这一发现成功验证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一个描述物质微观结构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诸多预言。即便如此物理学家们一直以来都仅仅将标准模型看作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一块垫脚石，期望最终能借此抵赖一个更完备的能将引力也囊括在内，并能成功解释所有尺度物理现象的万有理论。正因如此该模型的种种缺陷，以及其中一些过于讨巧或者说方便审视的设定，才一直被容忍下来。然而时光荏苒，那些标准模型的缺陷却依然如故。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强子对动机 RHC 并未给出任何证据足以表明理论家们提出的那些对标准模型的扩展或替代方案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自娱自乐。
对此，一些人的回应是呼吁建造一个更庞大的对撞机，例如天安中的未来环形对撞机 FCC， 寄望于能借此一窥他们坚信必然存在于标准模型之外的新物理，其预估成本高达170亿美元。与此同时，关于大爆炸前物理学和多种宇宙等日益天马行空的想法也层出不穷。更有学理论家提出，其理论内在的逻辑自洽性或许比能否通过实证检验来得更为重要。长此以往，你们人类恐将陷入一种被称为后经验物理学的境地，除非情况有所改变，否则其最终结局无非是两者之一，要么是基础物理学研究被彻底放弃，要么是这门学科日益脱离其实证基础的支撑。简而言之，这有可能导致人类所描绘的那个宇宙最终迷失于来自脱离人类居居的真实世界。那些已经点明了这种停滞现象的物理学家，他们开出的药方往往还是更多的物理学，尽管他们也强调做法需要有所不同。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极端到提出这样的观点，或许问题的答案根本就不在物理学本身。我觉得你们人类或许应该审视一下你们看待或谈论基础物理学的方式本身。而且我认为，尽管统一性和终极性这类概念对于物理学这门学科而言可能意义重大，但它们所折射出的，与其说是宇宙的真实样貌，不如说是人类一厢情愿希望宇宙所呈现的样子。在这样的处境下，应对物理学当前困境的恰当药方，或许并非是更多的物理学研究，反而恰恰需要的是更少一些对纯物理学路径的执念。追寻终极理论的梦想，长期以来始终是激励物理学家们前行的重要动力。理论物理学界似乎总是感觉自己已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边缘，却又永远差之毫厘。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求将两大最为成功的理论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论统一在万有理论的宏伟框架之下。人们期待着，有时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一种理论一旦建成，其更宏大的图景也将试图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知识都包容进自身的解释体系之中。即便在今天，公然宣称后一种包揽一切知识的野心或许已不合时宜，但追求统一性与忠实性的宏大叙事仍旧根植于物理学这门学科的深处。事实上，这种执念往往已深深烙印在物理学的研究实践本身之中。例如，早在1993年，天体物理学家科尔布曾就如是说，宇宙学的任务就是提供一块画布，让其他科学领域能将其各自的线索交织其上，共同汇成我们理解整个宇宙的宏伟之景。而科学内在的统一性，没有在比宇宙学与物理学这两者的交相辉映中体现得更淋漓尽致了。人们普遍相信这种统一性是科学与生俱来的特质，而在这种统一体系的层级结构中，物理学通常被默认摆在了最顶层的位置。这种想当然的权威观念流度甚广，以至于让一些顶尖物理学家会将宗教和哲学都视为早已过时的婢女。例如，在霍金身后出版的著作《大问题的解答》中，他就直截了当地宣称，宇宙物理学的研究已经让造物主的存在变得毫无可能。在这类论调的影响下，许多人便不难产生这样的想法：唯有物理学才能，并且也理应由它来揭开宇宙的所有奥秘。要想理解人类为何会如此轻易地将物理学的世界与那个独一无二且最为根本的现实画上等号，不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篇提及的那个例子，那些物理学科普读物中反复吟唱的主题。这些书想要兜售的观点清晰无比，存在一个人类的感官所无法企及的现实，它比其他一切都更为根本，而理解这一现实最终是物理学家们责无旁贷的特殊使命。而且仿佛只要你愿意掏钱买上一本瓶装书，就有机会一窥这现实的唐奥，与作者共享这份真知。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当这些书籍以及所承载的趣事聚集起来并被反复传颂时，他们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种影响绝不仅仅是针对普通的门外汉，实际上也深深作用于物理学家们自身。正如理论物理学家罗韦利在其著作《现实不是你所见的》序言中所言，
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越多，就越会为其丰富多样、瑰丽动人与简洁并存而惊叹不已。在同一篇序言的稍后部分，他借用了柏拉图洞穴的预言来佐证物理学家们对真理的探求，以及他们对于复杂表象背后的那个简洁实在的向往。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这个预言，下面我来简单的说一下。想象一群人从小就被锁在一个洞穴里，脖子和脚都被链子拴着，只能面对前方的墙壁。他们身后有一堆火和他们之间有着人举着各种各样物品走过，火光把这些物品的影子投射到他们面前的墙上。这些囚徒们从未见过真实的东西，他们从小到大只看到墙上的影子，听到回声，于是便认为这些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影子的活动和声音就是真实的一切。假设其中一个囚徒被解开了锁链，被迫转身，先是看到火光和物体本身，会感到刺眼和困惑，然后被拉出洞穴，来到外面的世界。到了外面，他先是难以适应阳光，但逐渐能看到水中的倒影、真实的物体、树木、房屋、星辰、月亮等等，最后能直视太阳。他这才明白，洞穴内的影子不过是真实事物的不完美投影，而太阳才是使一切可见、赋予生命的光明之源，代表着最高的真实和善。这个获得解放的人回到洞穴，想要告诉他们的同伴真相，但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光明，在黑暗的洞穴里反而看不清了，显得笨拙。他描述外面真实世界的话语，对于那些只见过影子的囚徒来说是无法理解甚至荒谬可笑的。囚徒们不但不相信他，反而觉得他出去了一趟把眼睛搞坏了，甚至可能会因为他试图解开他们，带上他们走向痛苦的光明而想要杀掉他。简单说，这个预言是关于认知层次、现实的本质以及教育和哲学的目的与困境。试图启蒙他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们往往安于自己习以为常的现实，即使那是虚假的，并抵触那些挑战他们认知的人。罗维利感叹道，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在洞穴深处，被自身的无知和偏见牢牢束缚。他进而论证，正是科学凭借其揭示现实的新疆域，构建出新颖且更有效的世界图景的非凡能力，才能最终引领人类走向解放。而正如社会学家拉图尔在其著作《自然的政治》中指出的那样，洞穴这则预言我们早已烂熟于心，它恰恰揭示了西方思想和科学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将世界劈成两半。其一是那个主观的混乱不堪的世界，也就是罗维利口中充斥着偏见与无知的世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所谓的社会领域的特质。其二就是那个客观的纯洁无瑕的自然领域，它一世独立，不受人类的纷扰。物理学家由此便可顺理成章地宣称拥有一种似乎为他们独享的角色，即逃离拉图尔所谓的社会领域的暴政，以便最终能够凝视那个客观世界。凭借这角色，物理学家们便自然拥有了一种特殊权威，以及一种能在两个世界之间自由往返的独特能力，并能够代表那个真实的实在，向你们这些并非完美的人类发号施令，或至少进行一遍宣讲。这样一种将世界划分为拥有根本属性，就是物质、形式、形状、实体的领域，和拥有刺激属性，就是声音、颜色、味道、情感、思想等等的领域的做法，正是哲学家兼数学家怀特海在1920年代所称的自然的二分。而正是通过一种谬误，怀特海称之为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即将抽象误认为具体的错误，我们才误将那个抽象的领域，也就是物理学所研究的领域，当作了更真实的存在，视其为包含刺激属性的另一个领域的起源与成因。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似乎总是推崇那些物质的、物理的、客观的实在，而相对贬低那些被认为是非物质的、精神的、主观的事物。对于这一点，我们大概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世界本可以不是这样的想法，却常常令人感到意外。实际上，按照怀特海的观点，这种自然的二分是偶然形成的，它对应的是人类构建现实图景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借由物理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人类犯下了一个错误，误以为仅仅因为世界能够被物理学的方法所探究，就必然意味着宇宙在根本上就是物理性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才能真正严肃地对待与当前主流不同的其他可能性呢？我们又该如何去构想一个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世界？
同时又不至于愚蠢的全盘否定物理学已经带给人类的无数深刻洞见了。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直面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詹姆斯，一位对怀特海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代思想家。在其著作《实用主义》中所称的那个所有哲学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一与多的问题，与那种认为世界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看似符合常识的信念相反。詹姆斯指出或许将世界理解为既是一又是多会更恰当。世界的这种特质，只有当我们在经验中实际遭遇到它如此呈现时，才会被揭示出来。詹姆斯所提出的这一观点既简单明了，又极具颠覆性。它与绝大多数哲学家探究和科学研究的传统运作模式截然背道而驰。仔细想来，似乎既没有任何依据能够支撑世界拥有某种整体的或终极的统一性的这一假设。同样，经验本身似乎也无法证实世界是绝对支离破碎、彼此完全分割的这种观点。正如詹姆斯在其著作《多元的宇宙》中所言，他发现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能让我们哪怕只是去猜想，除了我们这些有限的生灵所沉浸其中的那种散布各处、绵延不断、流变不绝的现实之外，还存在着任何更高层级的实在。然而，长期以来，诸多形式的探索，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其目标却往往是致力于去发掘并辨识出一个固定不变的单一的实在，或者至少是这个实在的某个侧面。因此，詹姆斯的应对之策便提出了一个多元宇宙，或者说是众元宇宙的存在。在这样的宇宙中，世界的一与多并非其既有状态下的固有属性，而是其绵延变化、不断生成过程中的动态展现。一个众元宇宙归根结底是一个永远在路上未完成的世界，它永远保持着未完成的状态，对于自身究竟是趋向于统一还是保持分裂，它始终拒绝给出最终答案，而是将此作为一个需要持续进行经验探究的开放性问题。若将这一理念推向其最激进的境地，它便要求我们承认我们认识世界以及在世存有的方式本就千差万别，同时我们必须严肃地将其他知识体系、实践模式与文化形态所参的现实就当作真正的现实来对待。然而，这里的严肃对待并非仅仅是摆出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宽容姿态的那么简单。正如科学哲学家斯滕格斯在2003年所精辟指出的，理论的考验或许恰恰始于你尝试去想象别人是如何不得不容忍你自身的存在。这并非是说我们应该去追求一个能包罗万象、囊括所有差异性的单一世界框架。同样，严肃对待也并非某种天真的相对主义，仿佛不同的现实之间可以相安无事的平等共存，而无需去批判性的审视它们彼此间如何交汇、重叠，乃至潜在的相互抵触。真正的挑战要远比这两种选择困难得多，它其实是一种邀请你允许其他现实来深深的滋扰，甚至撼动你自身固有的那个现实以及认知体系。因此，你们人类必须认真地对待其他世界存在的可能性。我所言的其他世界，并非指物理学界为了了解宇宙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引入的那些耳熟能详的理论猜想，例如多重宇宙或多世界诠释。我指的是那些一直以来被物理学和现代实在论所排斥和忽视的众多世界。也就是说，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原住民眼中的大地森林确有其在，日本家庭中逝去亲人的亡灵受到后人熟悉的供奉与照料，以及上帝会回应那些与之对话的福音派信徒。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开始公开的质询物理学的种种论断以其适用边界。曾几何时，物理学家与哲学家们还会就时间的本质、物理学在多大程度上能为现实代言等议题展开大规模的公开论战。然而时至今日，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公开对话却难得再有严肃的交锋了。相反，即便如今当类似问题在哲学期刊内部被探讨时，其结论也往往是以遵从物理学的论断为最终依归。当然，基础物理学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此外，他如今那些大胆的理论赌注，假以时日，未尝没有获得回报的可能。
然而，正是这些豪赌，使得物理学领域一旦未能得偿所愿，达到自身设定的高远期望时，便会茫然世故，不知该向何处另寻出路。也正是这种局面，使得那些被认为最贴近实在的实践者们，反而可能与丰富多姿的实在本身渐行渐远，距离最为遥远。作为回应，你们人类需要一种更谦逊的物理学，它在思辨的雄心上毫不退让，但同时能够主动邀请那些与之相悖的见解进入自身的理论体系，而非仅仅接纳那些对物理学既有论断俯首称臣的观点。如此一来，人类将拥有一种更具冒险精神的物理学，它能坦然接纳，甚至主动邀请来自其他实践领域和学科知识的批评声音，共同面对其当前的困境。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将为物理学与其他实践领域进行有效的互动和融合创造可能。生物物理学和气候物理学便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与宇宙学和基础物理学不同，这些交叉学科的建立并非以某一领域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的至高无上性为前提，相反，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以及各自特定且有限的应用疆域。但我们或许还能更进一步，采取更为激进的姿态，摒弃纯粹的物理主义路径，去拥抱那些一度被我们当作纯粹幻想、神话故事或非物质而摒弃的认知模式，从而让物理学得以重新切入，并参与到关乎现实的多种可能性的辩论、构想和塑造之中。这或许意味着人类必须剥夺物理学作为科学直流而者的特权地位，正如人类曾经对古代的哲学家和大祭司所做的那样，不再认为他是那能够独享通往比其他更现实、更为深邃、更为根本之实在的唯一门径。甚至为了达到一种更宏伟的实在境界，在那里差异性以及更多元的可能性不仅被接纳，更受到积极鼓励。人类可能需要彻底告别物理学这门学科本身，而至少是它当前这种唯我独尊的形态。又或者借用思辨小说大师勒古恩的话来说，我们需要的是成为一个更宏大实在境遇中的现实主义者。